嗨，大家好，我是奈生。先跟各位说声抱歉哦，前阵子因为身体健康有状况哈，已经3个月停更了。那最近刚好有新车，我们就拍。那个机车的这个旅行啊，重机旅行啊，必须先暂停一下。那我们今天要介绍这台车是 CB1000 Hornet SP 这台车。那这台车最特别的地方是它有10推总泵、Brembo 卡钳、Öhlins 后避震都给你了。来，我们现在来看座高，它的座高是809 mm， 然后我身高162，鞋子的鞋底在4公分。我们可以看一下哈，它的因为坐垫有收窄的关系，前端收窄，所以我们停红灯的时候我们会坐前面嘛。这时候你的脚掌左右大概有1/3到1半的一个落足点，算相当不错。那如果一边踩平的话，另外一边还有1/3到1/5的一个撑地，所以算相当不错。好，可以看一下这个效果。我们现在从后面来看哈，大概是可以踩到1半。哦，2只脚同时着地的话可以踩到1半，所以算是蛮稳定的。你还可以往后推撸，还不错。哦。所以我们实用性算蛮高的一个座高。接着我们来看车友 Karen 的状态，他的身高是178公分，鞋底前面大概是3到4 mm， 那脚后跟大概1.5公分左右，那他双脚都可以平踩，轻轻松松。那它的骑姿哈，这个算是比较轻松的哦。你可以看我骑成3角，我上半身几乎快变直立了哦，稍稍的前倾。那这个压在这个手臂的这个重量其实不多哦，很大部分都是其实是用大腿去夹这个油箱哦，它油箱很大，夹油箱之后你就可以把上半身自然挺立住，很轻松。那就算你骑很长的距离哈，你手也不太容易酸，算是蛮轻松的哦，比较不容易累。那我们看车友 Karen 的骑姿，已经快到直立的状态，也相当挺立轻松。那车架跟 CB1000R 不太一样。哦，他们 CB1000R 它用的是那个背脊式的钢管车架，那我们这个用的是高刚性双梁车架，其实它架构有点像这个环抱型车架，只是它是用钢管来取代，哦，用钢管来取代。那据说钢线和弹性提升70%，哦，然后引擎也不一样。那这台车引擎它是2017年的 Double R 引擎去修改而来的，跟之前这个2007年这个版本最大差别是它的缸径加大哦，行程缩短，所以拉转比较快。那当然，如果你在3000转以下会没什么动力哦，这个笨笨的，你就尽量在3000转以上就可以了。那在国外他们有一个技师改写 ECU 油图后，他把它改写之后，你4档直接灌油门，它前面就直接翘起来。这个非常狂暴哦，因为拉转速度很快。那台湾版本的话，它是在7000转左右哦，它供油就固定了哦，你转速会上去，可是它供油量就这样子，所以马力不会再往上增加。那当然你 ECU 把它改写之后哦，可以恢复到一个全马力状态。那另外台湾版还有一个不太一样的地方，它排气管啊，台湾排气管比较安静，这没问题。那欧规版本排气管它还有一个阀门哦，在里面自动这个切换。转速超过5700转的时候全开，所以在高转速的时候，它的排气更顺畅，所以它可以到157匹马力。那就算我们用原厂排气管改写 ECU 应该可以到140几。台规最大马力是91匹马力在7000转的时候产生。那最大扭力是在 9.3公斤米，在7000转的时候产生。那欧规则是157匹马力在11000转的时候产生。那扭力是 10.9公斤，在9000转的时候产生。那车重是212公斤。前轮是12070 ZR17， 后轮是18055 ZR17。那使用轮胎是登陆普 Sportmax Road Sport 2的轮胎。那前叉是41 mm 的 Showa SFBP 全可调。行程是118 mm， 前面是 Brembo 的辐射对式卡钳，搭配好原厂的直推总泵。那后面是 Öhlins 的
TTX36赛道等级的制成的这种避震器。它这个我们去查过它资料哈，它是有 TTX 双管技术，36 mm 的活塞全可调，那行程是139 mm。那根据Honda 的媒体试乘会，那超级人在上面调完这个悬吊和胎压之后，整个动态差异会更接近赛道化。那除此之外，还有电子油门，标配进退快排，然后还有 Honda Racing， 测试油耗是 16.4 公里每公升。那目前这一台车是在日本生产制造的，售价是53万8。那和国内其他竞争对手Z900啊、NT09， 它价格区间带是在相同区域。那据说目前还有在日本新上市的 CB1000F 采用的相同架构，只有在外观件上走的是复古风。来，我们来听听看看这台排气声浪声音。左把手的十字键按右再往下，会进到细部功能设定。那自定义驾驶模式也在这边做设定。那比较特别的是快排，进去之后可以选择打档杆的软硬度，进档和退档都可以分别调整。蛮多人偏好是软的打档方式，那推荐都可以试看看，才知道自己比较适合哪一种喜好。来，我们来看左把手开关，那这个是模式切换。驾驶模式切换，那十字键就是拿来切换各种不同功能，喇叭、方向灯，那它的这个 pass 灯跟这个远近方向灯在前面这个地方，这个远灯、近灯、pass 灯，这是右把手开关，这边是熄火、正常、启动，所以它整合成一颗了。不会说忘记说那个熄火开关忘记把它切回来。那下面这个是双闪灯停止。那它大灯你可以看出来4颗投射式 LED 大灯2个近的2个远的，开远灯的时候会4个灯同亮。仪表两侧方向灯，由于还兼具日行灯和定位灯的功能，所以还是会保持低亮度常亮。在摄影频率下面就变成快速闪烁了。好，现在是近灯、远灯、pass 灯、方向灯、双闪灯。那它方向灯是机械式的一个按键，所以它不会有自动取消的功能。好，后刹车灯、方向灯。双闪灯，直推总泵，这个刹车拉杆有6段可调。前避震器是秀瓦的 SFF-BP 全可调，那左侧是预载，右侧是阻尼，一个是压侧，一个深侧。Öhlins TTX36 后避震器。底下金黄色圆柱体是预载可调，上面2颗圆圆的，一个黑色的，一个金色是压侧和深侧阻尼可调。好，接下来我们进入试驾环节。3档之前的换挡会比较明显的顿挫感会比较明显一点，4档之后就比较没什么感觉了。
它降档的话就是没什么感觉，很顺，没什么顿挫感。它的排气声浪的那个鼓动感哦，跟这个 CB1000R 不太一样，所以你在路上感觉会更安静。那坐高归高哦，它的这个坐垫有收窄，是真的。那它骑姿感觉算是比较偏舒适的，它反而没有像那个Z900啊，跟这个 NT09这么的偏前面，它是稍稍往前倾，可是算起来已经算是蛮偏舒适了。哦，油箱它的是蛮宽的。所以你在夹的时候，其实也蛮好夹实的。哦，你在行进间哦，如果说那个转速太低的话，你要一档打空档，你还是要拉离合器比较 OK。你用快排方式的话，可能要有点速度比较好，容易切进去。脚底下稍稍有点热气出来。可是以公升级来说，已经算还 OK 了，不是那种非常热的气，它从这个小腿位置出来，所以你只要有速度的时候，脚跨上来其实还好，它热气是往下排。好，只要速度比较有点速度的话，你二档打空档是 OK 的。好，直接用快排方式打。所谓直推总泵，它的这个感觉是让你这个卡钳压合的这个范围哦更细腻、更线性，不会直接你压下去就直接锁死哦，倒不会，它可以让你掌控哦20%、30%、哦4%、40%、50%、哦70%、100%，你可以比较容易控制这部分哦，手感上来说会比一般的这个总泵来的使用更舒适，难怪有人会想要哦新车来就改那个直推总泵。目前悬吊也是偏舒适取向，等一下上山路看看。以这种压弯的悬吊来说，哦，它在道路上行驶还是算相当舒适，蛮不简单的，难怪欧林斯会有名。那转速哦，还是要尽量控制在2、3千转以上，会比较好一点，不然它还是会有点笨笨的。哦，4缸车的一个特性。刚刚讲说一跳二，二跳一哈，这个还是拉个离合器会比较顺畅一点。直接打也是 OK 哦，它顿挫感就会比较明显一点。
把手的位置是真的比以前这个 CB1000R 来得高，比较舒适。刚刚忘记切末的，刚刚是接到模式 ，Standard 模式，现在是动力模式。差别是在那个油门，感觉更像那个快速油门，前半段一点点就很有感觉。它整台车的循迹性确实很好，车重到212公斤可相对起来，我会感觉比那个 CB1000R 还要更轻盈一些。看下快排是标配，这一点很甜。然后 Öhlins Brembo 直接配给你，悬吊真的算是很舒服你可以这种压车性能来说，算是相当舒服，道路也不会说太硬，然后你过弯也算犀利。但在你赛道的话，你可以再调硬一些。把手给我感觉是比较宽把的那种感觉，所以你在过弯的时候，你可以压车更轻松。你只要使一点力量，那个车身就可以往那边倾过去了。这样子我也蛮期待这个 CB1000F SP 版这个骑下雨天模式怎么样？雨天。好，来一个雨天模式。刚刚那个动力模式挡刹会比较明显一点，所以换挡的这个顿挫感也会比较明显。那我们等一下试看看这个雨天。它的这个油门感觉有差，油门感觉你要转比较多一点。的确你在市区你会比较轻松一点。避免这个误动作，所以在新手阶段会建议你用开润模式先骑一段时间习惯它，然后一般道路的话，其实还是 Standard 模式会比较适合啊。那山路的话，你用 Sport 或是用 Standard 其实都 OK， 它只看你的油门开度跟这个引擎刹车，看你习惯用哪一个模式。这个避震器真的压过去的没什么感觉，舒服。接下来我们邀请车友 Karen 一起来分享试驾心得。好，那我们今天很开心邀请到 Karen 的一起来试乘这个 CB1000这个 CB1000 Hornet SP 那这个车的特殊性它是已经加上了这个Brembo 的Brembo 的卡钳，然后直推总泵，原厂就直接给你直推总泵。然后这个 Öhlins 的后避震，我第一感觉是它的这个后避震真的是有够舒服，真的是舒服你舒服之外，你又可以压车这种感觉真的是很不错。对，当初我买重机的感觉就是说，你骑跑长程你要舒服嘛，没错。可能你又可以过弯，你不要说那种软趴趴的舒服归舒服，你软趴趴一要弯道都不行，这样不行我那时候追求这个部分这台Öhlins避震真的是有感，
真的有差，真的有差，真的有差。然后价钱真的蛮有竞争力，它53.8万啊，对，53.8万，该给你都给你的。然后车身给我感觉是，因为我之前试过这个 CB1000R， 好，原本我既定印象会拿这台车跟它做比较，对，那台车感觉是引擎转速比较好操控，可是骑姿比较战斗，因为它稍微要趴一些，OK， 比较趴一点，OK， 好，那这台刚好倒过来啊，骑姿比较舒服，快要接近挺立起来了，可是它的引擎它的反而是比较战斗，拉转很快，3000多转拉到那个6、7千转，就上去了。很快，你在各转速域，他们拉转很快。我们曾经看过那个国外的报道，说那个他把ECU 改写，他欧规，他已经是欧规157匹马力，改写 ECU 之后在4档大概应该是时速100吧，油门灌下去，前轮直接翘起来，不用拉离合器，不用拉，它直接翘起来，然后那个机械时有没有闪下来？这样子输出算很够力呢，很够力。对。那当然，我们国内是限制在7000转嘛。那原来有想说你改 ECU 怕会破保固，但这是他的讲法啦。是。那自己要不要改，我就看个人。看个人。那我觉得改的时候刷过之后，搞不好你就直接解开啦。至少140、157不一定有，因为排气管跟欧规不一样。对。可是你至少140几有啦。是。对，你的转速不会说到7000之后，你的供油就固定了，在那边，然后非常软弱无力。转速有上去，可是你的转速就反正是对，难呢。所以改 ECU 是解放这台引擎的潜力啊。对，它这个改装潜力蛮大的改装潜力，你看你的刹车也慢改好了后避震也改好了，也是对，潜力应该是非常非常远的，很大。你要下赛道，你准备换轮胎就可以了。对，就可以下赛道，然后你避震器调一调，调到那种赛道模式你就不用这么舒适了。是你就赛道模式的话，你变得更适合弯道属性。那我是没有在跑完那个赛道的 ，OK， 我还是以旅行用的重机为主，而且很舒服。真的舒服，真的舒服，真的舒服，然后又可以过弯，很犀利。哇塞，真的是。他们听他们讲是说，因为它其实是比较舒适的考量设定，所以你如果说那个压弯压比较深的时候，你的脚踏会磨到。对。然后你的鞋子会磨到。一般不是可以脚踏后移吗？对。可是它的排气管它有往上翘，刚好挡住你后移的那个位置空间。对。他们讲法是这个啦。对，那可我们一般吨位行驶没有到山路这样子走，其实你不用压得很深，它就过了对，你一般像我们的 Forza 还要压一下倾斜，因为车比较重，轴距比较长，对，下去要压一下，这个一下就过了，因为轴距好短好轻松容易就过了。是，没错。然后再来就是你刚刚讲那个，这台车很轻，你骑起来很轻盈的感觉。对，感觉它重心很低，因为这台你刚刚说是210几公斤嘛，212。但我 Forza 230，然后我觉得这台骑起来不到200公斤，相当的轻盈。对啊，不愧是他们那个 Hornet 的这个挂上这个 Hornet 挂上去之后，就代表它这台车让你车不见得那真的那么轻，可是让你骑起来就是很轻盈感很轻盈，动力又足，转弯又灵敏的，对，好灵敏的，你就觉得哇塞，这台车好灵活哦，对，好轻松，你在跑这个市区，也 OK 山路也 OK， 市区西滨快速也 OK 的，OK， 你模式调一调，对，你就可以对应这个市区日常的行程。你买便当的行程，或是你今天是要去跑山路，或是要去沙湾，它可以切换，就很容易就可以应付不同的一个需求。没错，而且你最喜欢什么地方？最喜欢的，我觉得最喜欢的
它的引擎，然后再搭配它的避震，因为它是前修啊，后面是O04TT 叉的哦，就是你可以这种避震可以承受住这么大的动力。就算你再怎么吹，或是高速，它都给你很稳定的感觉，安全感很够这样子，对，又安定，对，又舒服，又舒服然后刹车就不用讲了，这种等级你要配比较好的刹车啊，才停得下来，对对啊，安全感很高。Brembo 也已经，Brembo 刹车也给你了，对，直黑总泵。对，直黑总泵也给你了。对啊，机车最重要的3大要素都给你了。对啊，所以引擎、刹车，然后避震 ，CP 值算蛮高的。对，算很高。它油门算是电子油门。哦，电子油。对，所以它的旁边没有那种油门线嘛，哈，它只是电池式的。所以搞不好以后可以改成那个定速。对哈，对，加装套件进去就定速了。我不晓得，应该是可以加装了。电子油门的嘛。然后 ECU 那边控制线再拉一条出来，对，就可以变电子这个定速出来。没错，对啊，因为台湾这个区间测速关系啊，定速还是有一些需要了，比较方便，对，比较方便，没错。那我最喜欢的话，应该是它的这个，我最喜欢因为它后避震，然后轴距又短，对，然后又舒服，我感觉是舒服之外，你又可以压弯，这种让你过弯就会很开心，很开心那种感觉。对，过弯它这种就是离心力，这个避震器后避震是撑得住的，不会说这样海这样子，不会晃。对，吸收的那个震的能力很强，对，很强。然后又给你过弯的一个安定感。然后还有就是这台车，它把手我蛮喜欢宽把感觉。对。有点像街车的，有点像 ADV 那种比较宽把那种感觉，你压一点点，车就马上倾斜过去，甚至于说你还来不及做动作，你已经过完弯已经结束，已经过去了，那个弯太轻松了吧？靠一点点车就已经过去，因为它轴距很短然后就很容易过去。是，没错。而且这台车在市区骑的话，其实你转速不要超过4000，它是相当安静的。不要看到1700cc，它声浪很安静的。所以，对啊，讲实在话，你在拉转的时候，人家可能到比较高转之后，人家感觉你有在拉转对，你就已经超过人家，很轻松过去了，很轻松就过去了。对，然后不会有那种给人家你要刻意挑衅如果挑衅也不是不行你就把那个 ECU 改写一下就可以了。是啊，公升级其实加速就是真的很快，这台真的实用性比较高了实用性对，因为它使用范围还蛮宽广，对，是能文能武这样子，对，能文能武讲得好，就是这种能文能武那种感觉，你想要在这个都会轻轻松松骑也 OK， 对，你想要尬一下也 OK， 改一下，你4档直接让你狗练，对，不是1、2档，1、2、3档孤轮是太轻松的，4档都可以直接灌一下就上，是，没错，不是不行，而且低转速又安静，高转速只要到5、6千转，那声浪马上就爆出来，那你可以知道1000cc的声浪这样子。而且价格，我真的讲，漂亮，很漂亮，它你给你这个配备，这价格真的是很有竞争力，没错，真的是有竞争力，没错。好，那我们今天谢谢 Karen 谢谢林哥分享今天的这个心得谢谢。有任何问题都可以在影片下面留言。我们今天影片就到这边了，感谢各位的观看。喜欢的不要忘记按赞、订阅和分享，我们下一次见了，拜拜。